最近几十年，从碟中谍到真实的谎言，反派们总能从某个角落掏出一枚前苏联的核弹，威胁整个世界。而这些电影情节中，危机的来源几乎都指向了同一个源头——俄罗斯。那么问题来了，作为继承了苏联能把地球毁灭几十次的庞大核武库的狠角色，俄罗斯真的会粗心大意，把这种末日武器随手乱丢吗？这些电影里的惊悚桥段，究竟是编剧们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说在这看似荒诞的剧情背后，向大众传递出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又将如何改变我们对核安全这三个字的认知？好莱坞的导演们似乎早就达成了一个共识，每当剧情需要一枚能轻松搞到手的核弹时，把它设定成从俄罗斯流出的准没错。从汤姆克鲁斯面对的核密码箱，到施瓦辛格拦截的核弹头，这些虚构的危机背后都指向了一个真实的担忧，那就是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核武库管理能力长达数十年的深深忧虑。而这种忧虑并非凭空想象，更不是西方的刻意抹黑，它是建立在一系列真实发生、有据可查，且至今仍然后患无穷的严重事故之上的。在了解俄罗斯都搞出过什么乱子之前，我们还需要将目光看向曾经的苏联。要聊丢核弹这个话题，咱们得先明白苏联当年的家底到底能有多厚。在冷战的巅峰时期，也就是1975年左右，苏联的核弹头数量一度达到了惊人的46000枚，这是一个足以把人类文明反复格式化几十遍的恐怖数字。苏联解体后，这笔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末日遗产，绝大部分都由俄罗斯继承。按理说，手握如此重要的国之重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把它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恨不得给每一枚核弹都配上24小时的贴身保镖，建立一套滴水不漏的管理体系。但在俄罗斯这里，画风却显得有些诡异，甚至可以说是离谱。为什么说它离谱？因为俄罗斯继承的不仅仅是苏联庞大的核武库，还有那个红色帝国根深蒂固的一种矛盾特质。一边在战略层面，俄罗斯将核武器视为国家存亡的基石，但在战术和管理层面，俄罗斯却长期存在着系统性的，几乎是制度化的疏忽大意。这种离谱首先体现在操作规程与技术维护的巨大缺陷上。冷战期间，为了在核竞赛中压倒对手，大量未经充分验证的技术和装备被匆忙部署，操作人员在严苛的政治压力下长期疲于奔命，这直接导致了潜艇火灾、导弹燃料泄漏等灾难性事故的频繁发生。其次，体现在一套僵化的问责与信息封锁机制上。每当发生严重事故，官方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调查技术根源和系统漏洞，而是追究个人责任，甚至将幸存者当成叛徒来审判，同时对内对外进行严格的信息封锁。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同样的错误得以在不同部队、不同时间反复上演。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点，体现在国家动荡时期，政府对核资产管控能力的急剧丧失。当苏联解体，国家陷入混乱时，曾经严密的监管体系瞬间瓦解，核设施的安保人员连续数月领不到工资，整个核工业链条上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这就为后来更危险的核材料失窃和走私埋下了最可怕的伏笔。而所有这些管理上的离谱之处，共同指向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一系列真实发生的断舰事件。断舰在美军的军事术语里是一个听起来很酷的代号。为什么叫断舰？这个代号的比喻非常精妙，一支完整的舰代表着一枚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可以发射的核武器，而断舰则意味着这支舰因为意外，比如运输机坠毁、潜艇沉没或者火灾爆炸被折断了。它虽然失去了作为武器的发射能力，无法再威胁敌人，但它断裂的箭头，也就是那枚核弹头，依然锋利无比，会对自身和周围环境造成不可预估的严重危害。这个代号完美地概括了这类事故的本质：战略威胁解除，但战术危险剧增。简单翻译一下，就是军方内部的黑话，意思就是出大事了，核弹丢了，坏了，但还没到世界末日的地步。而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史上，由于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系统性疏忽，俄罗斯断舰的阴影更是挥之不去，甚至比电影演的还要夸张。而俄罗斯断舰事件的第一位主角，就是至今仍被层层机密包裹的 K129号弹道导弹潜艇。1968年3月8日，这枚载有3枚 SSN-5 塞布尔弹道导弹以及数枚核鱼雷的潜艇，在太平洋执行战备巡航时神秘失踪。苏联太平洋舰队随即展开了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搜救行动，数十艘舰船和飞机在可能的失事海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地毯式搜索，结果一无所获。
这艘庞大的钢铁巨鲸，连同他携带的98名船员和3个每一枚弹头的当量都高达1兆吨，足以毁灭数个城市的核弹，就这么凭空消失在了茫茫大洋之中。这起事件暴露出了一个致命问题：苏联的自身技术能力存在严重不足，在广阔的深海中，他们甚至无法定位自己最先进的战略武器之一。这不仅仅是一次搜救的失败，更是对其全球作战和事故回应能力的一次公开处刑。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人找不到的东西，他们的头号对手却看得一清二楚。在大洋的另一端，美国人正通过他们遍布全球的绝密水下监听系统 SOSUS 声波监测系统，静静地听到了 K129 最后时刻的悲鸣，一次剧烈的内部爆炸声。通过声学三角定位，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精准地锁定了它的葬身之处，一个位于夏威夷西北约1560海里、水深超5000米的坐标。这就引出了第二个也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核安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苏联严重依赖于对手的情报收集能力，他们对自身核资产状态的认知甚至不如他们的敌人，这种信息上的单向透明。而接下来上演的就是一出现实版的耗资堪比登月计划的谍战大片。中情局启动了代号蓝月计划的绝密行动，他们找到了当时的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当白手套，对外宣称是要进行深海猛结合商业开采，并以此为掩护，耗资8亿美金，换算到现在相当于50多亿美金的天文数字，秘密打造了一艘史无前例的怪兽级大捞船格洛玛探索者号。1974年，打捞行动正式开始，尽管机械故障导致大部分舰体脱落，但中情局依然成功回收了潜艇的前部以及至少2枚核弹头。这次行动被认为是冷战期间最成功的情报窃取行动之一，而苏联方面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对此竟一无所知。如果说 K129 事件暴露的是苏联在技术和情报上的无能，那么 K278 共青团圆号的悲剧则将这个政权在信息封锁和推卸责任上的传统异能展现得淋漓尽致。共青团圆号是苏联海军的骄傲，用昂贵的钛合金打造，拥有惊人的1000米下潜深度记录，是当之无愧的深海猎手。但在1989年4月7日，这艘王牌潜艇在挪威海返航途中，尾部舱室突然起火，最终在船员们奋战了数小时后，沉入了1680米深的冰冷海底，42名船员不幸遇难。而与他一同长眠海底的，除了仍在反应的核反应堆，还有2枚装载着剧毒钚239的核鱼雷弹头。他的沉没仅仅是这场漫长噩梦的开始。由于沉没地点位于欧洲最重要的渔场巴伦支海附近，挪威等北欧国家对此事高度紧张，一场围绕真相的博弈就此展开。事故发生后，俄罗斯官方的第一反应不是公开数据寻求国际合作，而是试图淡化风险。他们最初声称任何可能的泄漏都是微不足道的，对环境不构成威胁。然而挪威方面根本不信这套说辞，他们坚持进行独立的持续的监测。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挪威和俄罗斯的科考队反复前往沉没点进行勘测，所探测出的结果一次比一次打脸俄罗斯官方。1994年，调查首次证实潜艇的1枚核鱼雷发生了不泄漏。为了亡羊补牢，俄罗斯在90年代中期曾尝试用一种果冻状的特殊密封剂封堵船体的裂缝，并再次向世界保证这能确保残骸在20到30年内辐射安全。结果呢，在2019年，挪威研究人员通过遥控潜水器在一个通风管道附近测到了放射性色活度，高达当地正常海水背景值的近100万倍。这个曾经的深海猎手，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水下切尔诺贝利。当年俄罗斯那些看似专业的封堵措施，现在看来，要么是技术不过关，要么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作秀。这种缺乏透明度，除了是就无盖子的历史模式，正是苏联一直延续到俄罗斯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前总统环境顾问亚历山大·亚布洛科夫曾试图揭露苏联政府系统性的向海洋倾倒核废料的丑闻，结果是什么？他很快就被解除了政府职务。而这种体制性的混乱最终都会压垮到具体的个人身上。1986年，在大西洋沉没的 K219 号核潜艇在导弹发射管爆炸后，舰长伊戈尔·布里带领船员进行了英勇的损害管制，避免了更严重灾难的发生。但当他和其他幸存者回国后，面对的不是嘉奖，反而是来自克格勃的玩忽职守、蓄意破坏，甚至是叛国罪的指控。这种将系统性的技术缺陷和高层指挥的决策失误粗暴地归咎于一线指挥官的做法，彻底暴露了那个僵化体制内部对安全问题和生命价值的深层漠视。技术上的无能，信息上的封锁，责任上的推诿，
这三大顽疾共同构成了从苏联到俄罗斯政府在处理断剑事件时那幅混乱而丑陋的画卷。但如果说这些沉没在万米深海的钢铁巨兽，这些因为技术故障和体制僵化而酿成的断剑悲剧，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还很遥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东西就足以让每一个身处现代都市的人瞬间汗毛倒竖。因为在苏联庞大的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武库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手提箱，一种真正能够塞进一枚完整核弹的杀手手提箱。它的官方名称叫便携式原子爆破弹药，简称 ADM。 这是专门为大名鼎鼎的克格勃和格鲁乌旗下的特种部队斯佩茨纳兹量身定做的终极敌后破坏神器。它的设计理念完全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一切都为了实战服务。第一是极致的小型化，尺寸大约是60×40×20厘米，重量只有30多公斤。一个训练有素的特种兵就能轻松地背着它，像一个轻松的旅行背包客一样，悄无声息地穿越边境，潜入任何一个国家的心脏地带。第二则是恐怖的杀伤力，它的爆炸当量不高，大约在 0.1 到1000吨 TNT 之间。听起来不大，但根据后来当事人的估算，如果在纽约、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引爆，足以瞬间造成5到10万人的死亡，并引发长期的核污染。其制造的社会恐慌和经济崩溃将是无法估量的。第三，也是最可怕的一点，极简的引爆流程。根据解密资料和内部人士的说法，这种 ADM 没有设计美国核武器那种复杂的需要多重授权码才能解锁的准许行动链接。它的安全机制相对原始，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小组在短短30分钟之内就能完成所有准备工作，将其设置为待引爆状态。它就像一把没有保险上了膛的手枪，被交到了最精锐的特工手上。在苏联时期，这些手提箱死神被国防部第12总局这个专门负责所有核装置的神秘部门严格看管，储存在靠近特种部队基地的绝密仓库里，总数大约有250枚。然而随着苏联的轰然倒塌，一切都失控了。而关于这个手提箱死神最恐怖的传闻，正是由一位曾经身居权力顶峰的重量级人物亲口捅出来的。他就是前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退役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1997年，这位以作风强硬、口无遮拦著称的将军，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向全世界扔出了一颗真正的重磅炸弹。他公开宣称，根据他担任安全秘书时掌握的情况，俄罗斯武库里有超过100枚这样的手提箱核弹，现在下落不明。列别德将军还给出了惊人的细节，他说，在他1996年被解职之前，曾试图对这批武器进行库存清点。结果在册的132枚中，他只能找到48枚的下落，其余的84枚不知所踪。他还推测，这些失踪的武器很有可能是在苏联解体时的混乱中被遗忘在了前加盟共和国，比如格鲁吉亚的军事基地里。这个消息瞬间引爆了全球舆论，克里姆林宫高层，包括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内，立即出面，坚决否认列别德的说法。他们声称，俄罗斯的核武库100%安全可靠。所谓的手提箱核弹，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全都得到了妥善保管。就连大洋彼岸的美国国务院，也在当时非常配合的公开重申对俄罗斯的核武器指挥控制系统抱有强大信心。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姿态，目的是为了稳住局面，避免引发全球性的恐慌。然而，就在官方拼命辟谣的时候，另一位曾经的内部人士却站出来，给列别德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他就是前总统环境顾问阿列克谢·亚布洛科夫。他在1997年同样坚称，他不仅知道这些炸弹的存在，甚至还跟当年负责制造他们的人员进行过交谈。一场围绕失踪核弹的罗生门就此上演。一边是国家机器的强力否认，一边是前核心高官的言之凿凿，真相被彻底淹没在了重重迷雾之中。那么这些手提箱死神究竟是像俄罗斯官方说的那样安然无恙，还是真的像列别德将军警告的那样，已经有上百个流入了我们看不见的黑暗世界？至今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轰然倒塌让整个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当时的俄罗斯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这里的一切都在出手。在这种历史性的崩溃中，曾经苏联严密的核监管体系瞬间瓦解，整个核工业链条上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于是潘多拉的魔盒被彻底打开了。1993年11月，一名俄罗斯海军军官在北莫尔斯克一个看守不严的区域窃取了4公斤浓度为 20% 的铀235核燃料棒。1994年，有 3.05 公斤浓度高达 90% 的武器级高浓缩铀在圣彼得堡被缴获。据说这批材料是从莫斯科州的埃列克特罗斯塔尔核燃料制造厂被盗走的。
而在高加索地区，一条连接俄罗斯和中东的核走私秘密通道逐渐形成。2000年代，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曾多次逮捕试图出售高浓缩铀的走私犯，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盘踞在摩尔多瓦的一个走私网络。在2011年之前，当地发生的至少3起走私案中，被查获的高浓缩铀材料被发现具有完全相同的同位素特征。美国官员指出，这种独特的指纹清晰地指向这些致命材料全都来自俄罗斯境内同一个特定的受限制的军事设施。这说明那里的核材料流失并非孤立的盗窃事件，而是一个或者多个与俄罗斯军方或核机构有关联的黑市网络，正在持续的有系统的从高安全等级的设施中往外蚂蚁搬家。在其中一起案件里，走私者计划出售的高浓缩铀总量达到了惊人的10公斤，这大约是制造一颗广岛级原子弹所需燃料的1/5。甚至在一项由美国主导的卧底调查中，迈阿密的军火贩子在向卧底推销完导弹后，轻描淡写地提出了一个附加交易。他们问卧底，如果导弹交易成功，你们对小型的核装置感不感兴趣？这个被称为项目2的交易提议，赤裸裸地证明了在那个黑暗的地下世界，确实有人在寻找能够购买完整核武器的潜在客户。无论是贩毒集团还是恐怖组织，完整的核弹或许因为维护困难和使用门槛极高而难以转手，但这些可以被放进铅皮罐的核材料，却能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已经成型的死亡黑市，流向那些他们最不希望它去的地方。这让全球核安全所面临的风险，从丢失完整核弹的最高级警报，转变成了武器级材料持续泄漏，将会形成核武器扩散的长期现实威胁。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俄罗斯持续向外流血的核材料，已经不是简单的管理疏忽或者几次孤立的事故，而是一条完整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证据链。它指向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结论：俄罗斯这个继承了世界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其对核武器的管理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致命的漏洞。从本质上讲，俄罗斯的核遗产造成了跨国界的环境破坏，而它沉没的核潜艇在国际水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污染。至于俄罗斯，至今未能对其进行完全有效的封堵和清理，管理的混乱直接打开了核扩散的黑市大门。其作为核大国的地位与其对国际社会应尽的责任之间存在的根本性脱节。这种系统性的缺陷表明，俄罗斯已经成为了全球核安全链条上一个主要的风险源头。好了，关于俄罗斯失落核弹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